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耳朵在面相当中被称为采听官，而耳朵面相与命运关系从以下3个角度去分析。其一就是耳朵的外形与形状，其二就是耳朵的位置，其三就是耳朵的颜色。今天就带你了解什么样的耳朵面相最好，一起来看。第一，耳朵的颜色看命运。耳朵的色泽以白色为先，其次要黄明色，黄色明润有活力，以上是最好的耳朵颜色。再其次，耳朵颜色就是偏红色的，而下的颜色就是灰黑，可能是肾病的体现了。第二，耳朵的位置看命运。耳朵的位置以双耳齐眉最佳，两只耳朵的上部边缘与眉弓相齐，这样的耳朵有名望，智慧高。其次是耳朵的高度稍稍高过眉毛，这也是上品耳朵。下的耳朵就是双耳低于眉毛很多的，属于脑子不灵光的。耳朵的前后以双耳贴着脑袋最佳，做事稳重有涵养。其次是双耳超前的，这是背祖离乡或不守祖业的耳朵面相。第三，耳朵形状看命运。一，耳垂代表你一生的运气，耳垂越大越有福。我们看寺庙里的佛，佛耳就是大富大贵，所以不要轻易打耳洞，特别是一只耳超过2个以上耳洞时，得考虑是否与自身五行相吻合。二，耳垂是会不断发展变化的，你看念经修佛做善事的人，耳垂会越来越大。很多运气不是很好的人，修了佛长出了耳垂，同时也就改运了，慢慢向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靠拢。三，耳垂厚才能显得珠圆玉润，有福气。当然耳垂也代表女性缘，如果你从事的行业与女性有关，耳垂便可以使你得到更大的助力。四，耳朵最好也要贴挠耳主富贵。由上可知，当别人从正面看你的时候，看不见你的耳朵，这种便是最好的耳朵。五，耳朵不能太招风，太招风的耳朵必定劳碌犟脾气。六，耳轮与耳廓。耳朵外侧边缘称为耳廓，耳廓里面称为耳轮，要耳廓包住耳轮最佳，如果耳轮翻出来超过耳廓，则叛逆期过强了。七，耳门要宽大些，这样心胸宽广，有事业心。如果耳门狭窄，气量小，事业局面小。八，耳肉要丰满，以宽大饱满为最佳，忌讳过于薄如纸。九，耳朵大小，耳朵以长大为吉，忌讳耳朵小如蚕豆，则肾气衰弱，智力不足了。那么不同的耳朵形状的人命运如何呢？一，耳朵小的人命运。耳朵薄小的面相属于先天肾气不足，并且智力有限，只能做一些靠体力生活的事情，并且事业婚姻都不是很出色。二，好耳朵面相。标准的耳朵面相大而且厚，并且色泽偏白，这样的耳朵先天肾气充足且智力高，具有很高的学习能力，这是事业成功的前提，所以成功的一定是耳朵大的，耳朵小的几乎没有成才的。三，耳廓紧紧贴着头部的人家境殷实，双耳贴头富贵不愁，这种耳朵的形状属于靠山耳，是面相学中最好的耳型，这样的人吃穿都不用愁，可以拥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四，耳朵朝前的面相好不好？双耳靠山守祖业，双耳朝前迈进田园。耳朵朝前的面相适合他乡立业，耳朵贴头的在家乡做事有前途。五，耳垂大而下垂的人幸福感最强，虽然没有厚厚的耳廓，但是生活不愁，经济上还不错，吃住都可以，一生不会太劳碌，生活不会贫穷，还能享受生活的乐趣。六，耳部轮廓生得极其端正的人一定很聪明，这种耳型的人做任何事情都秩序井然，圆满而周到，不拘泥于小节，大方，不会受别人的影响而轻举妄动，
而且他们非常有自己的想法，有着自己的坚持，通常都会按照自己的观点而行动，而且感觉自己的想法都比较正确，采取的行动也是正确的，会获得成功。这种人会靠自己的努力和坚持闯出一番天地。最后，我们来分享17种耳朵看人的性情运气。1. 硬耳，欠思考力。耳有软有硬，软耳个性仁弱，那是不是硬的耳朵就是个性强硬呢？不一定，通常耳朵硬的人身体健康且多从事体力劳动，不过也许也是由于他们从事体力多，所以自然欠缺思考力方面的练习。不过他们个性也比较憨厚，有主见，作为男性有慈儿也是较大男人主义之人，在家中定当一家之主。最理想的耳朵应该是硬中有弹性，而软硬又适中者。这种人软硬兼施，处事待人非常高明。如女性中呈粉红色而具有弹性，硬度最好，会有攀龙附凤的机会。2. 招风耳，眼观四路，耳听八方。招风耳就是在正面可以明显的看到人的两耳，并且两耳阔别后脑。有这样耳朵的人是什么事儿都爱打听，探个究竟的人。他们开始给人好问好学的好印象，可是相处下来，你就会觉得他们的问题也未免太多了吧。何况总有一些问题是人家不好回答的，但他们还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这不是为难别人吗？但他们可能会委屈地说，只不过是好奇而已嘛，而且事无不可对人言，有什么不可以告诉我的呢？这样的人真是令人又爱又恨。招风耳的同道们就改这种盘问吧。3. 厚耳垂，命中富贵。耳垂厚的人有福气，可以享受金钱运，尤其是耳垂肥厚至可以放下米粒者，更是显富权贵的人。这种人身硬体健，心情愉快，光风霁月，金钱运、朋友运都不错，对人十分宽厚，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所以家庭较幸福，人际关系也相当不错。基本上他们没有欲念，但也不缺什么钱花，还可以自然地增加财产。君不见年画中的罗汉、菩萨像耳垂都是厚重的，从而让人感觉耳垂厚是好的命相。4. 没耳垂，赚钱较难。耳垂的肉极薄，而且又小的人，想象力丰富，感情味浓，属于性情中人。不过他们对现实有点漠不关心，好幻想，缺少一种计划性，往往凭一时的情绪和欲望做事儿。假如是像三角板的锐角般的耳垂的话，是和金钱没有缘分的象，用钱如同水中沙。若是整只耳朵长得小而肉又薄，更没有耳垂的人可能会在浪费或者是失败下破财。想要赚进一点钱确实不是一件易事，所以要特加留心，注意培养自己对金钱的概念，提高理财能力。因为节目时长的原因，剩下13种耳朵看人的性情命运，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鼻子在面相中代表着财帛宫，面相中有句话说，7尺之身不如1尺之面，1尺之面不如3寸之鼻，3寸之鼻不如1点之心。可见鼻子在整个面相的重要程度。通过观察鼻梁的高低、鼻子的长短、鼻翼的肥瘦、鼻子的大小、鼻子的色泽等，可以非常精确地分析出一个人的财运来。认清楚这常见的8种鼻相，可能会影响你的中年财运。快来看看吧。1. 鼻准亚人中。鼻准亚人中这个特征在面相中又叫土服水。面相五行中，鼻子属土，口属水。这种面相虽然鼻子生的挺直丰厚，但是准头向下亚人中，造成土服水的现象。有这种鼻相特征的人是中年破败，有艰险之相，就算富贵，没有安享金钱的福分，一般都为钱财而终生争斗不休，少有舒服自在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想自己能一手把控，因此会让我自己觉得很吃力。2. 山根折断。山根代表我们祖上的根基，也代表着夫妻的关系。山根是人的神明所在，主管人的命运层次与人生理想。山根已有势力，忌讳过高与过低，横纹与恶志。山根折断的人一般很难得到祖业，也不能从父辈或祖上得到助力。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欲望不高，很多时候都是甘居人后，而且山根过低会影响婚姻的稳定。如果山根的折角大，像断了似的，这样的山根面相容易有灾难。如果再有清晰横纹出现，效果会更加显著。3. 鼻孔外露。鼻孔外露的人一生破财严重，但也能挣来大钱，不会吝惜手头的余钱，也能够带来更多的钱财，容易财来财去，不易守财，为人较浪费，不畏节制。4. 鼻隆有势。鼻梁挺直、鼻隆有势的人，如果再加上两颧骨得配，做事有主见，不容易盲从，能坚持自己的观点，具有带领性，创业成功率高。如果加上五官配合得好，眼透神光，则富贵双全。5. 鼻准圆大。准头可以看出一个人对钱财的态度。鼻头大而有肉，代表会有福气聚财，以后会有很多的钱财，常得贵人相助。如果再加上鼻翼分明，而且看不到鼻孔，鼻子又挺，则财富不缺。6. 鼻头翘。在日常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一些女孩子鼻头比较翘，这种特征我们一般称之为孩子鼻，说明其性格相对比较天真，好提问，宜配年纪大一点、成熟点的伴侣。如果男性的鼻头翘，则无能力。7. 鼻翼向上翘起。鼻翼向上翘起的人性格比较骄傲，自尊心强，一般这种鼻型多数为男性所拥有，但是在少数女性上也能看到。女性拥有这种鼻子，她们有才干、决心和气魄，唯一的缺点就是太过于心高气傲，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便会不顾一切去做，就算是错的也得坚持到底才甘心。8. 鼻翼下偏。鼻翼下偏就相当于鼻子失去了气势，会有一种凡事不求原则、得过且过的心态，时常会被长辈或者上司教训。一个人或许前半生都生活在穷苦里，但只要他的面相足够好，再加上未来的自我奋斗，天命和人力加深，那么这个人在日后中年的时候势必会大富大贵。所以我们在看中年大富的鼻相的时候，就是在看吉贵面相。那么中年吉贵面相之鼻相都有哪些特点呢？ 1. 鼻梁挺直。鼻梁挺直是吉贵面相中最重要的一点，因为鼻子是我们的财帛宫，主管着我们的财运，所以一般鼻梁挺直的人在未来的生活中财运是十分旺盛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鼻梁扁平，那么他这一生是没有什么福气的。2. 鼻子方正。除了鼻梁挺直，我们也要注意鼻子的角度是不是方正。有些人鼻子虽然挺直，但是却是歪鼻子，这样一来就预示着他们的未来是十分多舛的。所以吉贵面相最重要的要求就是鼻子方正有型。3. 鼻翼丰满有肉。鼻翼是我们的鼻头两侧，通常鼻翼丰满有肉的人预示着他们的未来会十分幸运，经常会有财运临头，而且赚个盆满钵满。但是如果鼻翼十分瘦小，那么就说明这个人是一辈子穷酸的命。4. 鼻子无突出或凹陷。在吉贵面相中，我们还要注意不能有鼻子突出或凹陷的地方，否则就预示。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都说婚姻有7年之痒，其实很多婚姻都经营不到7年就已经走到了尽头。很多离婚的悲剧都是来自于自己的性格，而命理中常说有什么样的面相就会有什么样的性格，所以面相是最能体现女人婚姻好坏的标准。那什么面相会导致女人离婚呢？这个又可以分2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自身面相不好，另一方面是配偶面相不好。大佬今天从这2方面做了一些总结，接下来给大家具体讲解一下这个问题。1. 容易离婚的女人面相。1. 颧骨尖耸无肉。颧骨在相学中称为颧骨，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对于权力和利益的欲望野心。如果女人的颧骨长得高耸无肉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强势，热衷于名利和金钱，为了达到目的，做事可以不择手段，在为人处事方面也比较霸道蛮横，人缘不好。在家中掌控欲极强，凡事都要按照他们的意志来行事，掌握家中的经济大权，妻夺夫权，很少有男人能够忍受。在生活中容易发生矛盾和争吵，一婚难白头。2. 鼻子尖削露骨。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库，也叫财帛宫，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运势。对女人来说也为夫宫，代表着丈夫运势。如果女人的鼻子长得尖削露骨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急躁，为人非常自私，凡事只考虑自己，从来不顾及别人的感受，经常喜欢乱发脾气，而且特别挑剔，对于另一半要求非常高，容易嫁一个没出息的丈夫，经常挑对方的过错，嫌弃对方没本事。如果对方能力太强，又受不了他们这种个性，婚姻容易出现危机。3. 印堂窄小。印堂在相学中称为命宫，位于两眉之间，代表着一个人的心胸度量和命运前途运势。如果女人的印堂部位长得较为窄小，宽不足1指的话，这种女人一般内心非常的狭隘，度量狭小，非常小心眼，爱记仇。在待人处事方面也比较尖酸刻薄，小气而自私，也不太会讲话，非常没有眼力劲儿，人际关系比较糟糕。在家中也是如此，经常为了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计较，也不懂得给丈夫留面子，对婚姻非常不利。4. 腮骨过宽。腮骨在相学中也被称为反骨，代表着一个人的意志力、忠诚度和人际关系。相书中有云：沟鼻旁腮不可交，其中的旁腮指的就是腮骨过宽。这种女人大多个性非常霸道，也非常固执，决定的事情石头牛也拉不回来，也听不进去别人的劝说，刚愎自用，报复心还比较强。如果你惹得他们不痛快的话，一定会想尽方法让你比他更痛苦。而且精于算计，眼里只在乎自己的利益，容易做出一些忘恩负义之事，毫无感恩之心。一旦得势，喜欢仗势欺人，得理不饶人。在家经常欺压丈夫，容易离婚。5. 美人尖长痣。所谓的美人尖，指的是额头的正上方中央部位的发际线下垂呈尖状。有美人尖的话，会使得整个脸型看上去非常漂亮。如果此处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样貌清秀，形象较好，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桃花运非常旺盛。这种女人一般对于自己的容貌非常在意，也非常注重生活的质量和品味，不喜欢马马虎虎过日子，有着很强的人格魅力，很受异性的追捧和喜欢。婚后依然如此，选择太多，容易做出一些不忠于家庭的事情。6. 嘴唇上方长痣。嘴巴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态度和感情厚薄。如果女人的嘴唇上方长痣的话，这种女人大多性格非常开朗活泼，
处事大方得体，很有人格魅力，特别受异性的欢迎。不过在感情方面也比较开放，从来不懂得拒绝，再加上自身出色的交际能力，能够在各种场合下应付自如，婚后也不会改变。喜欢与异性玩暧昧，经常会给自己招惹很多的麻烦，使得婚姻方面不是特别顺利。7. 眼白长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眼白处长痣的话，这种人一般非常少见。如果一个人双眼浑浊且眼白处长痣，这种女人大多眼神比较妩媚诱人，对异性有着很强的诱惑力。不过这种女人一般功利心非常重，贪图于物质和享受，属于比较拜金的类型，而且考虑问题时也是眼里只有自己，很少会在意别人的想法和看法。不论是对待感情和事业，主动性都非常强，身边的烂桃花较多，容易插足别人的婚姻，一辈子感情不顺利。2. 不能嫁的男人面相。1. M 字额，桃花多。所谓的 M 字额指的是额头和发际线中间低，两边高，整个发际线呈 M 字状。在面相学中，这种额头的男人大多性格开朗，玩心比较重，也很有艺术方面的天分，对于异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不过这种男人大多放荡不羁，不喜欢受到约束，对待感情也不会全身心地投入进去，身边的桃花运比较旺，容易背叛另一半。2. 额角低，前途差。所谓的额角低，指的是额头的发际线到眉毛之间的距离比较低窄。额头主一个人的智慧和事业运，这种男人大多智慧不高，考虑问题比较简单，判断力和学习能力不强，而且目光比较短浅，难有太大的成就和发展。而且这种男人大多出身不是特别富裕，遇到困难时也得不到家中的帮助，缺少贵人提携，事业发展不顺利，进取心也不强，嫁给这种男人就等着吃苦受累。3. 鼻梁线，没出息。鼻子在相学中称为财帛宫，主男人的事业运和财运。如果男人的鼻梁长得塌陷无势的话，这种男人大多缺乏主见和魄力，自信心不足，而且行事比较粗心，也不太懂得关心人，遇事喜欢随波逐流，依赖心非常重，遇到一点挫折就会六神无主，遇到点失败就会一蹶不振，所以注定难有什么作为，事业上也很难有太大的成就，一生注定碌碌无为，没啥出息，难有出头之日。4. 耳骨凸，不细心。耳朵在相学中代表着一个人的智商和情商，也能反映出一个人的个性和健康。如果一个男人的耳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这种男人大多性格急躁，缺乏耐心，做事也比较粗枝大叶，不够细心，凡事只顾自己的感受，从来不懂得关心他人，而且叛逆心很重，喜欢与人对着干，非常不靠谱，不能在物质上给予对方安全感，不能在心理上给予对方安慰。5. 眉骨凸，臭脾气。眉毛代表一个人的脾气和性格，眉骨就能看出一个人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眉骨长得较为高凸的话，则眼睛就会显得内凹，眼神内藏，这种人大多心机很深，让人猜不透心里在想什么。性格方面也比较容易冲动，对于自我情绪的控制力比较差，有着很强的争斗心，树敌较多。脾气非常不好，一旦动怒，做事完全不顾后果，甚至会有暴力方面的倾向，严重者还会惹上牢狱之灾。6. 眉毛乱，性格怪异。眉毛在相学中称为情缘宫或兄弟宫，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人际关系。相书中有云，眉乱则心乱，如果男人的眉毛长得较为杂乱的话，这种人大多性格和脾气都比较怪异，内心比较焦躁，做事缺乏耐心和定力，容易冲动。在为人处事方面非常感性，容易意气行事，而且说翻脸就翻脸，情商比较低。
因此人缘非常差，特别容易得罪人，难有什么出息。7. 鱼尾纹齐整，花心多情。眼睛尾部的部位也称为鱼尾，眼尾的皱纹称为鱼尾纹。眼睛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从一个人眼位的纹路状态可以判断一个人的内心活动和对待感情的态度。一般来说，人上了年纪都会有鱼尾纹，如果一个人年纪轻轻时眼尾的鱼尾纹长得就比较齐整的话，这种男人大多对待感情也比较花心，总是三心二意，内心非常躁动，对感情缺乏忠诚，喜欢追求新鲜和刺激，对感情没有责任心，还是远离为好。8. 额头太高，四处留情。额头代表着一个人的智慧和见识，如果男人的额头长得较高的话，这种男人一般智商较高，头脑灵活，也很有见识和能力，很容易得到女性的青睐和欣赏。不过这种男人一般眼光也比较高，对于另一半选择非常挑剔，在感情上喜欢玩心眼儿，也比较花心，很多时候都是只谈情却不愿意结婚。凭借着自己在事业方面的成功和收入较高，容易四处留情，不可不防。婚姻是需要维护的，不管你们之前的感情有多么好，但是一旦踏入婚姻殿堂，那么就需要更加用心地维护双方之间的关系。要知道，爱情是婚姻的开始，但是并不是维持婚姻长久的办法。我们需要去寻找最适合自己的方法，才能让婚姻更加持久下去。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是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